大家好，我是 Aceson 了。今天来跟着开场，跟这个阿哲。对，首先别离开，虽然是打阿哲的一场比赛，但我们还是要看下去的，因为其实阿哲是这个游戏啊，那个 meta 吧，就是以前所说。那所以啊，就像我之前说过，我的选那个素材，大多数都是希望选一些比较有趣，就是用一些英雄有趣或者打法有趣的玩家为主的那个比赛啊，但是。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就是那个现实啊，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多那种那么特别的玩家，所以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时候是要看一些这种比较平平无奇的那种 meta 比赛的。对，那也不开始前也是那句，如果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当然了，虽然是这么说，那为了所谓的补偿大家的话呢，今天呢、就来说一下比较特别一点的话题吧，就是说一些另类一点的话题，让大家别那么无聊。对，那说什么呢？就说一下这个玩家吧。第一点就是因为其实啊，我在跟他打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一点，就是原来这个玩家好像也有在一个 TikTok。直播，对，他原来也是一个实况主来的。那实况主的话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其实我的影片也打不少实况主嘛，就是什么第十几名那些啊，什么前10名那些，很多都是实况主。那既然我已经是经常打一些实况主，那这次那个实况主又有什么特别？其实没什么特别，对。那他唯一有做的事情就是这场比赛啊，他好像有弄一部那个 TikTok 的短片，那个 Shorts 来纪念这一场的比赛啊。对，那我没想到一点就是，原来我的那个影响力已经去到可以让一些敌人啊特意做一部影片来纪念我跟他打的一场比赛。对，那虽然他那场的那个 Shorts 啊。那个角度不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影片啊，就是那个分析的角度。但其实啊，我也是挺喜欢看到这种的。那就因为代表啊，我的那个影响力已经去到有一定的程度，对。那所以呢，我是十分之支持这种 shorts 的制造吧，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多弄一点，就算是你要说你怎么厉害，怎么打倒我那种说什么，其实也是不介意。那只要大家开心就行了，对我来说那个立场。对，所以的话尽量做多一点，对我是十分之支持的。对，没错，这就是第一点要说。那第二点就是，其实最近啊，那个台湾的伺服器。就是以前不是说过台服啊，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台服，其实已经倒了差不多7年吧，应该是。那最近有个人开了一个台湾的师傅，那我也有去体验一下。对，但是啊，我要事先声明一下，其实我是不支持任何的师傅的推广活动。对，就是起码我现在是不支持任何的师傅推广活动啊，都是那个道德层面上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的话，如果你在下面问我什么台湾师傅的问题，基本上我是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自己去 Google search 吧，就是不要问我。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台湾师傅其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对我来说，因为其实啊，台湾师傅他现在的版本是停留在那个2019年了。那对我来说什么特别，就是我回了去以前那个洛斯卡来你体验一下，就是我发现其实虽然现在那个印尼服洛斯卡就是那个版本是2019年，那现在这个版本是2026年。那其实它经过7年的改动，其实那个改变其实也蛮多的。虽然现在看它印尼服好像做的不是特别好，就是也有很多什么平衡性问题啊，什么 bug 之类的。那其实我这次我回去那个7年前版本看了一下，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这个游戏其实进步也是蛮多的。对，就是可以发现，它不论是那个 bug 啊，或者是游戏平衡性，其实也做了很多的更改。那让我发现一点就是，其实现在这个2026年的印尼服版本，就是现在这个韩服更新之后的一个版本，其实也不是
做特别的差，或者是我直接说的是我觉得是值得称赞的。要我来说的话，那所以的话，也是期待之后 Saga 的那些更新吧。就是如果我把自己拉回去以前这个旧版本来看，来更新这个版本比较的话，其实真的做得不错。就是要我比较的话，那当然，回到以前的话，我有什么体验上的感受是，有一个很大感受，因为我回到那个旧的版本，其实也是玩那个超虫战士嘛。那我发现原来以前超虫战士真的很难用，因为真的那个不论是超虫的 Air Dash 或者它的其他攻击，都好像是把那个重量增大了一样，就是它的印子很大，那我用起来真的有点不舒服。对，那除此之外，就是它也有很多 bug， 就是那说 Air Dash 抓不到人的那些 bug， 也是在2019年的版本还存在的。那所以的话，其实现在这个2026的那个超虫战士真的是不错，而且这个不错是我需要回到以前那个版本体验过，我才可以确实的回答，就是做一个比对。而得出个结论出来。那所以的话，有时候虽然我们一边都是不停的骂这个游戏啊，那其实的话，如果回到以前看一下，就是再做个比对，其实现在就真的不错。对，那2019年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版本，那他那个版本应该就是那个50术士那个可以飞超远的那个版本。对，就是可以跳 Air Dash， 那个 Air Dash 可以从最左边到最右边那个版本。对，就是那个就是2019年的版本，就是有一些什么大地头盔啊、大地法师头盔啊，那种还没改，就是可以直接把你的血喷掉那个版本。对，那所以的话，我也是就用个比较的心态，就是也挺欣慰啊，挺欣慰，就是原来。这个游戏虽然也是那么多不好的地方还没改，但其实也是有进步的。对，那好像呢，说个题外话，就是原来 Saga， 如果我看那个1个月前它的韩服，它有个公告就说过，好像在 Saga 韩服啊，2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合作的 IP，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个游戏终于迎来新的合作。对，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当初很多人会玩，很多人会喜欢这个游戏的，其中一个很大卖点就是很明显，就是它有一个授权英雄，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游戏用到其他的游戏的英雄，例如说什么八神啊、什么不知火舞那些。那它之后的那个2月，韩服说会有新的合作，那也是挺期待啊。对，那就看一下那个合作活动是跟什么合作，那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也挺期待。对，那回到那个终于说完了，那这个就当做小小的跟那个阿哲那么无聊的角色打比赛的一个小小的补偿吧。对，那回到那个影片里面，那来到最后一局了。那其实这个是更新前的那个阿哲尔，对，更新前的阿哲尔，那更新前的阿哲也是空中霸王啊，就是基本上你在空中你是完全不会够他打的。那很明显，这局的话，我的血量已经让他那个阿哲压到那么低了。那其实还是可以的，虽然现在已经开了 SC， 但其实我的头盔跟那个盔甲好像也没开，还有披风也是没开。那所以的话，基本上现在尝试一下用盔甲或者那个披风逼他头盔出来。那基本上打这种把反装，OK， 这边是做得到，可以，这边把他头盔逼出来，这是把反装撞在主要英雄身上的一些玩家英雄啊，我们就尽量先把他头盔逼出来，然后再用一些抓他没有术士一的那个时刻，来用消技之类的那些致命性的技能把他压制住，这个是唯一的打法。那这边小心点了啊，不会让他再做到那完蛋了，这边让他做到，那应该是死了。OK， 那最多谢谢。